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插画喵 PS 商业插画系统课，我是你们的瘦瘦老师。那今天这节课的内容的话呢，主要给大家去讲解我们的一个 PS 基础啊。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已经安装好了 PS 啊？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由我给大家去讲解一些常用工具的一个介绍，包括我们的一个页面，我们的一个作画区域啊，会从我们的一个工具栏、菜单栏。图层实色区域去讲解啊，包括我们的一些小的一些常用软件的一些快捷键工具、快捷键都会去给大家进行讲解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首先的话呢，我们会去下载一个 PS 安装包。下载好了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小角落的话呢，我们会在桌面上会有一个 Photoshop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标。这样的话呢，就证明我们的 PS 是安装成功了。安装成功了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去连接一个手绘板。手绘板的话呢，同学们也要记得去安装驱动。安装我们的一个驱动，有了驱动的话呢，我们才能在上面进行作画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有了 PS 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需要把它打开。点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一般会进入到我们 PS 的，给大家来啊，重新来一遍。我们打开我们的 PS 双击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跳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 PS 正在打开。好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如果说是同学们第一次点开的话呢，我们这边的话呢是完全的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。那很多同学就我接下来该怎么样操作，对吧？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 PS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界面。那有这个界面之后呢，我们会往上看到这里有一个文件，点击一下。那我们就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文件，点击文件之后呢，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系列的一个文字，那我们会按照顺序给大家去讲解啊。首先的话呢是这个新建，新建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可以新建我们的一个画布，我们点击一下，点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会发现这里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数据，包括我们的一个照片、打印、图稿和插图，还有我们的微博、移动设备、胶片和视频。那我们需要建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画画一般都会用到的是一个 A4 大小。A4 大小的话，我们直接在打印这个区域里面去找，点击打印，然后点一下我们的 A4。好，点击 A4 之后呢，我们点击一下创建，我们的一个画布就会创建成功。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横向的一个画板。这里的话呢，会有一个方向竖着的人，看到没？这是一个竖着的一个长方形，证明我们的一个画布创建之后是竖着的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创建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竖着的一个画布。那我们如果说想创建横向画布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打印 A4， 然后这里有个横向，点击一下创建。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会创建一个横版的画布。画布的一个方向的话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进行创建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创建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再接下来的话呢，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工具的一个我们刚刚文件这方面的一个讲解啊。刚刚给大家看到文件里面的话呢，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字，那我们挨个儿给大家去讲解我们这些字它都是一些什么意思，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作用啊。在听的同学们的话呢，可以拿我们的一个笔记去记一下。PS 基础的话呢，首先的话呢，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基础，了解了之后的话呢，我们需要不停的去实践，我们需要去拿笔，拿我们的一个软件去操作一下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会更加熟练一些。那我们首先的话呢，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新建。新建的话呢，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解过了啊，是我们的一个新建画布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般用的是打印。
分辨率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调成300，我们就不需要动它。画画的话呢，我们的分辨率一般都是300就 OK 了，一定要调成300，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糊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再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二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是我们的一个打开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打开。打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可以打开电脑任意的一个文件，打开电脑里任意文件。然后这个文件的格式呢，可以是我们的图片格式，是我们的一个 GPG 格式。GPG 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自拍存下来的那个格式，然后或者是 PSD 格式。PSD 格式呢，就是我们 PS 保存的一个原文件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原文件。那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下，比如说我点击文件，点击打开，然后呢，我的桌面可能会有一些图片，对吧？我的桌面上可能有一张我的自拍，那我们就看到，可能打个比方啊，我们桌面有一张照片，我们点击就打个 PSD， 我们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界面里面来了。也或者是你可以在桌面上保存一张你的一个照片啊。然后的话呢，除了桌面之外，我们还有什么？你的一个电脑里面的 C 盘啊、U 盘呀、D 盘呀都可以去找。比如说这是我的 U 盘，对吧？然后我要找一下电脑里面的 D 盘里面有什么，你的东西如果放在 D 盘里面，就是 D 盘的固定的某一个文件夹里面去找。那我的 U 盘，看一下，我们的一个照片，对吧？我们给它点开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照片的话呢，就这样的打进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点开我们的一个文件的一个方式啊，是我们的打开。然后呢，打开为的话呢，这个经常我们不太用到，所以的话呢就不给大家讲解了。我讲解的都是我们经常用的。再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最近打开文件。最近打开文件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等于我们的一个最近浏览记录。浏览栏怎么写？就等于是我们的一个最近浏览记录，它其实跟我们的历史，就是我们的一个跟我们的叫什么浏览器的一个浏览记录是一样的。就比如说我刚刚打开了什么的，最近打开文件，我刚刚是不是打开了5张照片，然后呢打开了那个 PSD 文件，那我们的浏览记录都会在这里面存在。那你如果说上一秒关了 PS， 下一秒你要点开的话，你就不用再去从打开里面去找，那个就是等于是打开的一个快捷方式，可以更加快速的找到。更加快速找到最近打开文件。你就不用再去电脑里面一个一个找了啊。然后的话呢，再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存储的意思的话呢，就是保存。它的一个快捷键是我们的 Ctrl 加 S。经常画画的同学可能会听到这么一句啊，我们一定要画画的话呢，要随手 Ctrl 加 S， 就是保存，防止我们的一个 PS 会崩掉。所以的话呢，我基本上叫做，就算有人拿着枪抵在你头上，你要 Ctrl 加 S 啊。就算有人威胁你，你也要 Ctrl 加 S 啊，这个一定要的啊！如果你不Ctrl 加 S 的话，那你就完蛋了。好，然后 Ctrl 加 S 保存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 PS 的一个原文件 ，PSD 原文件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原文件。它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是有这种图层的，你每画一个图层，每新建一个图层，它都是有保存的啊。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，这个一定要每画一幅画一定要保存原文件。好，再的话有同学就说，老师，我想保存你刚刚说的那个 GPG 或者是其他格式，可不可以？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储
存储，这个叫什么？存储为它是shift 加 Ctrl 加 S， 这个的话呢就是保存为其他格式。其他格式的话呢是有非常多种的啊，给大家讲一下其他格式。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 GPG 或者是 PNG， 这个用的是比较多的 PNG， 然后或者是当前文件需重新命名。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呢是一个87 PS 基础课，对吧？这是我的一个课件。那如果说我想给它改成存储文，对吧？我要保存成 GPG 格式，点击一下，然后呢会有一个 GPEG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 PNG， 你直接点一下，然后呢保存到你想要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无论是 Ctrl 加 S 还是 Shift Ctrl 加 S， 一定要去保存到你想要的一个位置啊。最好的话呢是点击到桌面或者点击到你的一个常用的一个盘里面，那保存就 OK 了。那么呢，你就能在相应的位置能找到你刚刚保存的这个。那现在是8月2号啊，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，我刚刚写的这些，它全部都以一张图片的形式保存下来了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我要重命名怎么办呢？重命名的话呢，我们储存为然后呢改成我们的一个瘦瘦老师最美丽。我要想把这个文档改成瘦瘦老师最美丽，那我就直接保存，那这样子保存的话呢，刚刚我是没有点开我们的一个 GPG 的，对吧？那我们这样子保存下来的一个东西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原文件，对吧？你无论是想重命名这个图片也好，重命名这个原文件也好，你一定是要Shift 的 Ctrl 加 S， 一定要选择那个储存为，然后你点开瘦瘦老师最美丽，看没？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 PSD 格式，你直接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什么打开方式。我们可以直接拖进我们的一个 PS 里面打开，你直接这样子干嘛？拖进来，放到我们的一个标题上面，你直接这样子拖进来之后，它就会打开。打开的话呢，它是会有很多的一个图层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PS 怎么样去保存，怎么样去另存啊？这些的话呢，是我们经常用到的，这个文件里面经常用到的，大家可以去记一下。然后不懂的同学可以反复的再去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。不常用的话呢，大家其实也不太用得到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文件这块讲好了之后呢，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标题栏，我们的一个菜单栏。菜单栏的话呢，是分为我们上面这一块的，菜单栏的话呢，主要会用到的就是什么呢？给大家来看一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编辑。编辑里面的话呢，它是会有很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字啊。这里面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，给大家来看一下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编辑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啊。首先编辑里面我们打开之后，它会有很多的一个文字，我也会给大家去讲解我们经常用到的。首先我会给大家讲最重要的，这个编辑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选项。首选项的话呢，里面它会有很多的一个 PS 的一个设置。PS 很多的一个设置都是会在这里面的。那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点击一下。
首选项点开之后，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常规界面、工作区、工具、历史记录、文件处理，然后导出、性能、暂存盘。那最重要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暂存盘。暂存盘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去选择我们的一个 D 盘啊，我这里是错误的一个示范，我们要选择 D 盘或者是 DGF 盘，不要选择 C 盘啊。C 盘是我们的一个启动盘，它会拖垮我们电脑的一个速度啊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，大家需要去记住一下。啊，然后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。历史记录的话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历史记录，下面会有一个文件处理。文件处理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里有个10分钟、5分钟，这个叫做自动存储恢复信息的一个间隔。我们一般的话呢，可以给它设置成5分钟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？PS 会每隔5分钟去给你保存，自动保存，哪怕你10分钟没有保存 ，PS 也会自动给你去保存你5分钟之前的一个操作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谨防我们电脑突然崩，或者是突然间停电，电脑你没有及时保存，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。那但是的话呢，我们也不要忘记，我们需要去保存啊，我们需要去 Ctrl 加 S 手动保存啊，这个是一点。好，再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性能。我们的性能里面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刚刚是讲了，首先讲了我们的历史记录、文件处理，还有我们的性能，还有我们的暂存盘。那性能的话呢，里面有一个历史记录的一个状态。我们这里的话呢，我一般设置的是50步。那50步是什么呢？就是 PS 它会有个记忆，它会给你在历史记录里面会有50步的一个记录，也就是说你可以 Ctrl 加 Z。返回50步，你可以直接去返回你上一个步的状态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步数越多，对于你的一个电脑的一个要求也就越高。基本上我们50步是刚刚好的，这个宝子们也可以去，同学们也可以去设置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选项需要去记住的一个东西啊，各位宝子们可以去记一下。好，再的话呢是哪里呢？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键盘快捷键。我们的一个首选项比较重要的就是那几项。键盘快捷键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快捷键的一个设置。快捷键的一个设置，快捷键设置的话呢，我们点开键盘快捷键，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个应用程序菜单，还有面板菜单。我们的工具，还有我们的任务空间，这些的话呢，都是我们可以去进行调整的一个快捷键。比如说应用程序菜单，这里面就会有文件，包括什么打开啊、新建啊的一些快捷键。这些的话呢，我们基本上都不要太做过多的调整。如果说第一次用的话，不要做过多的一个调整啊。后续熟悉起来的话，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进行调整。好，再一方面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面板菜单，这些的话呢也不要太去调整。再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，工具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所用到的一些快捷键，我们画画常用的快捷键，这个的话呢，你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。比如说我们的移动工具，我们的画板，巴拉巴拉这些东西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快捷键。那等下的话呢，也会挨个的给大家去讲我们的快捷键。那如果说你用起来不顺手的话，后续你是可以进行一个更改的，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太过于去更改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快捷键。文件的话呢，我们的一个编辑这边比较重要的就是这2点啊，大家可以去记住。然后这里面其他的东西的话呢，我们会在快捷键的时候给大家讲解啊，不要着急。好，那我们这里我们的一个编辑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跳到我们的一个图层，我们的一个图像啊，来跳到我们的一个图像模式。首先第一个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模式。模式的话，你点开之后，它会有什么？哎呀妈，会有什么？会有灰度、索引颜色、RGBC、MYK。我们基本上常用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 RGB 颜色，我们的 RGB 色彩。
RGB 的话呢，它属于我们的一个电子绘画常用的一个啊，不论它要你画什么，它没有在问它没有一个格式要求的情况下的话，你基本上用到我们的是 RGB。RGB 的话呢，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？RGB 是属于一个电子图像色彩，我们就是它的一个色域会更加广一点，然后呢色彩会更加丰富，基本上用于我们的一个电子广告，我们看到的一些宣传啊，然后我们的一个海报啊，在电子图像上面基本上用的都是我们的这个。好，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CMYK。CMYK 的话呢，它是我们的一个打印。比如说有人找你去画绘本，或者是需要你画的东西需要打印出来，那他就会跟你说，我需要一个 CMYK 的一个模式。其实你可以先画，用 RGB 先画，画完之后呢，再给它调成 CMYK， 切换一个模式就 OK 了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好，再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像大小和我们的一个画布大小。画布大小和图像大小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。画布图像大小，比如说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宽度和我们的高度，那如果说你要去调整的话，你在上面去改相应的一个数值就好了。那么你改了高度之后呢，改了宽度之后，高度它其实也会进行一个变动啊。这个就是他们基本上在这上面改的话，它是会等比例缩放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改动的。再接下来的话呢，是我们的画布大小，也是一样的，你在这里改的话呢，它可以去改动我们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大小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更加精准的去改我们画布的一个厘米以及我们画布的一个大小。那画布大小你这个去改的话呢，你可以去通过我们图像大小、画布大小都可以去改。但是基本上我们如果说在画画之前，最好是把画布给它去确定一下啊，不要画完之后发现自己的画布小了或者是大了，这个最好不要，因为你画布大小不一样的话呢，你的构图就不一样。修改画布尺寸，这个是我们在编辑里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，因为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东西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编辑啊，同学们都做好笔记啊。好，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。那图层的话呢，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图层的话呢，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图层啊，很多同学对我们的图层其实不太了解啊。图层的话呢，点开图层之后，图层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面，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界面。那小界面里面的话，它有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层组，很多同学就是因为图层，我就懵了，我就不懂了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新建图层怎么来呢？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界面，看到没？这是我们的一个图层，对吧？好，首先这里的话呢，第一个小垃圾桶是我们的删除图层。删除图层，好，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新建图层。这个是我们的新建图层组。什么叫组呢？就是组里面可以有多个图层，多个单张图层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是一件衣服，我这个东西就我本来只有一页纸，对吧？一页纸就是我们一个图层。那我们新建图层组等于就是我们的一个笔记本，笔记本里面有很多单张的纸，它就变成我们小本本了，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啊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新建图层的话呢，跟随我的一个脚步啊，我们可以在上面这样子嘚儿嘚儿嘚儿。你摁这个小页页，它就可以不停的去新建我们的一个图层组啊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
然后的话呢，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不透明度。不透明度的话呢，它决定了什么？决定了图层的透明度。那比如说，哎，以这个我现在是28图层是吧？那我的图层透明度是100%。那我一旦把这个图层下降，透明度下降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我们的字儿是不是变灰了？然后当它不透明度为0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字儿就消失了。所以的话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透明度越高，我们的颜色就越鲜艳；不透明度越低，那我们颜色就很灰，直至没有，直至消失。这个的话呢，大家也可以去记一下啊。然后再的话呢，我们的旁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模式。图层模式的话呢，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图层模式，比如说正片叠底、颜色加深、线性加深、变亮、绿色、颜色减淡、叠加、柔光、强光这些，大家可以挨个去试一下我们的一个图层啊。但是的话呢，图层模式啊，我们在用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，它是在底下要有颜色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。比如说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的一个正片叠底。正片叠底的话呢，我们下面要有个基本图层。基本图层的话呢，它的模式就是正常模式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点击加号，点击这个号，点击这个小正方形新建图层，然后我们变成正片叠底。我现在用的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颜色啊。画了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？在某一个区域，它的颜色是不是就变深了？对吧？我们的一个什么呢？我们的正片叠底它是画投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图层模式，它会在此原来的基础上会加深我们的一个颜色，所以基本上我会用它去做一个投影。然后呢，基本上的话，它也是会透出底下的一个颜色的，等于一个叠加的一个效果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图层。那下课之后呢，宝子们可以去把我们的一些图层其他模式可以去试一下啊。那在后续的上课中的话，老师也会去给大家示范不同的一个图层的一个模式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啊，大家记住怎么样去新建图层，怎么样删除图层，然后怎么样了解我们的一个图层透明度啊，然后再做我们的一个图层模式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图层的这些的一个文字性的一个内容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是我们的一个复制图层。复制图层的话呢，和我们的复制文字是一样的，你可以 Ctrl+C，Ctrl 加 C， 然后呢是复制，然后 Ctrl 加 V 是粘贴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复制图层，我们来试一下 Ctrl 加 C， 然后 Ctrl 加 V， 你看我的这个字儿是不是又多出来一个图层？是不是又变成29图层了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就是什么呢 ？Ctrl 加 G，Ctrl 加 G 它也可以直接复制，它就是复制和粘贴一体，复粘一体。什么叫复粘一体？我给大家试一下，我直接摁下 Ctrl 加 G， 哎，看到没？这里就出现了一个28图层拷贝，但是的话呢，它是贴合在之前的一个图层上面，你们可能不太看得出来。啊，我们直接给它移动一下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把你的一个用你键盘上面的这个上下左右键，直接去移动它就 OK 了。你可以这样子移动，往上移动，它就出来了。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复制和粘贴。其实 PS 的话呢，它有很多快捷键都是可以达到相同的一个目的，就看你自己习惯去用哪一个键。好，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重命名图层。重命名图层的话呢，我们就双击我们右键，我们的一个什么？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一个鼠标双击一下文字处，就可以从命名图层。
双击文字处，可重命名。比如说，哎，我这里是图层28，对不对？我要去给它重命名，我就直接双击一下，哎，变成瘦瘦老师最美丽，哎，然后点一下我们的一个回车键，哎，就好了。那我们这个命名就成功了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命名。好，再的话呢，最困扰大家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的一个顺序，吧？刚刚忘记给大家讲图层顺序，那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图层顺序。很多同学可能就不太知道我们的一个图层顺序是什么样子的啊，给大家举个例吧。好，我们首先点击一下这个小方框，新建一个图层。那打个比方啊，今天美丽的瘦瘦老师她要出门，对吧？那出门的话呢，总得穿衣服吧。好，那首先画一个小人儿，哎，小人儿头，我们的一个身体，我们的胳膊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腿，对不对？我们给它填充完也用画笔这样的全部给它填充一下。那填充好了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人总要穿衣服吧，对吧？我总要有头发吧？那头发的话呢，啊，按照我们正常逻辑来说，我们头发是要长在哪里呢？长在我们的脸部上面的。那我们需要干嘛？新建一个图层，哎，给我去画个齐刘海，对吧？啊，我有个齐刘海了，哎，罩住了我的脸。哎，今天瘦瘦老师是一个齐刘海的妹子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穿了个齐刘海，哎不，今天剪了个齐刘海，对吧？好，然后的话呢，哎，齐刘海就在这儿。然后呢，瘦瘦老师今天想穿一个红色的一个外套，对吧？哎，那我们的衣服是不是也是需要在我们的一个人物的一个上面，对吧？要在我们人物图层28的上面，那我们要在28上面新建一个图层。我要今天要穿个红色的衣服，红色的卫衣短袖啊，我们要穿个小短袖盖住它。啊不，今天冬天了，我要穿个红色的秋衣，换一个红色的秋衣，因为冷啊，给它填满。那我穿了红秋衣之后，我还想穿个秋裤怎么办？那冬天很冷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？秋衣它是塞进哪里？是要塞进秋裤里面的。啊，我们要把它塞进我们的秋裤里面。大家想一下，秋衣塞进秋裤里，那到底是谁在上，谁在下呢？一个塞，一个被塞。哎，秋衣要塞进秋裤里，那么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？是我们的一个秋裤要把我们的秋衣给罩住。那我们秋衣是在30图层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30图层的上面新建一个图层，要画我们的一个秋裤。秋裤要干嘛呢？要有一部分它是要罩住秋衣的，为了不让我们的一个冬天的寒风瑟吹进我的裤子里面，对吧？吹进我的身体里面，让我变成老寒腿，那我是不是要给它塞住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的一个秋裤是要盖住我们的秋衣，它是要在我们衣服之上的。然后呢，秋裤又套进袜子里面啊，我们大冬天的不能露脚踝啊，不能露脚脖子。那这个时候袜子它又需要干嘛？又需要在我们的一个裤子图层上面，我们在31图层上面新建一个图层，穿一个绿色的袜子。我们需要去穿一个绿色的袜子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绿色的袜子，对不对？那穿绿色的袜子之后，我们再穿一个鞋，穿一个黑皮鞋。那黑皮鞋的话呢，肯定要把我们的袜子盖住啊。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，好，把我们的小皮鞋穿上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。图层的话呢，它是怎么样呢？它是一点点，一层盖一层，一层盖一层，谁罩住谁，谁在上，谁在下。只要它们有什么，有相交的地方。有同学就说，老师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新建图层。那这里就告诉你一点，有相交的地方。就需要新建图层。
它只要相交就叫新建图层。比如说身体和衣服，对吧？它们两个是有相交的，是两个物体啊。相交它是要建立在有两个物体的基础上，如果是单个的话，那就没有存在相交了啊。好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这个要注意啊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蒙版，对吧？我们图层蒙版，我们这个叫做图层蒙版，哎，不对，我们接下来要讲我们的一个什么剪辑蒙版啊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，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剪辑蒙版。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剪辑蒙版。很多同学对剪辑蒙版也不太理解啊。它也叫做剪贴蒙版，也叫做剪辑蒙版。那剪辑蒙版怎么创立呢？那以我们的这个衣服为例啊，30图层，那么创建剪辑蒙版的一个原理就是说，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底色，要在底色基础上再新建图层，然后呢再创建蒙版。好，那以我们的一个红色秋衣为例啊，红色秋衣我觉得有点太单调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什么？来一个波点儿，对吧？那我们来一个紫色的小波点儿吧。那我们发现啊，我要画波点的话，我肯定是不能和红色画到一块儿，不能在同一个图层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它已经相交了，相交就需要新建图层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30的一个基础上新建一个图层，哎，然后我们画我们的小圈圈，小紫色的小波点，对吧？那我在画波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我画圆的时候，我在画到边缘的时候，它会干嘛？它会冒出去，它会有边缘出去。那有同学就说，老师，我要拿橡皮擦，这样子擦，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是不是很麻烦？那教大家一个快捷方式啊，我们画好了之后，哎，我们可以干嘛呢？右键图层，右键点一下我们的图层，底下有一个什么？等一下啊，创建剪切蒙版，看到没？它就会向下，向我们的一个红色的一个衣服往下剪贴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它的一个紫色剪进去了。我们再怎么样去画，它都只会在我们的一个红色秋衣里面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显示，看到没？它再怎么画，就只有在红色秋衣里面显示。我们右键释放剪贴蒙版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你画出的区域它是不是又出来了？啊，我们再来示范一遍啊，35，右键创建剪切蒙版，哎，看到没？它是不是又进去了？所以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在给衣服添加花纹的时候，或者是不想超出这个图层区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花纹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剪切蒙版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哎，这个裤子啊，再来示范一遍啊，31图层，对吧？我要给它画成条纹裤，我就要新建一个图层，然后呢，右键我们新建的这个图层，右键一下，鼠标右键，然后呢，创建剪贴蒙版，它就自动会向我们下面剪切。好，看到没？这个时候我画这个条纹裤，它就只会在我们的蓝色区域显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剪切蒙版的作用。所以我们在画一些东西的时候，用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。如果说有同学在这方面没有听懂的话呢，可以反复再去多听几遍啊，也可以去实操一下，好吧？好，然后的话呢，再是什么呢？然后的话，再是我们的一个图层编组。图层编组的话呢，我们有的同学就是直接把我们的图层所有的图层给它编个组嘛，图层编组，它的快捷键是 Ctrl 加 G。
那我们的话呢，首先需要去，比如说我刚刚你看啊，这些组都已经编好了，那我们这些都是散落在外边的一个文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是单张的，这都是单张的，那我们怎么样去新创建图层组呢？首先你选中，用你的鼠标点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图层，好，然后摁住 Shift， 看到没？摁住 Shift 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一个 Shift， 就证明你已经摁中了。然后呢，再点中我所有的图，点中你最后一个图层。你要想一下，你在这个区域你是想要合并哪些图层？比如说我只想合并2个，合并2个图层为一个图层组的话，那你就只要选29、36、34就好了。但是我想把这些全部合并呢，是什么？摁住29，好，摁 Shift， 然后摁228，Ctrl 加 G， 看到没？它就变成，它又在一个组里面。你摁这个小三角打开，看到没？它这里面都出来啦啊！我们该有的东西都有啦，都在里面，它就变成一个小组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一个图层就会看起来更加的方便啊。那如果说有同学说，那我想合并图层怎么办？合并图层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的，它的一个是什么？这是图层编组啊。好，然后呢 ，Ctrl 加1是合并图层。合并图层的话呢，它是什么样子呢？也是一样的，首先选中第一个，选中你们要合并的，点一下，然后摁住 Shift， 再点一下最后一个图层 ，Ctrl 加1，它就变成一张了。它的方法的话呢，就是一样的，就只不过是一个 E 和 G 的一个区别啊。但是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合并图层，最好呢还是合并成图层组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是方便我们后续进行我们的一个更改的啊，不要轻易合并图层啊，就是别人打你，你也不能合并图层啊，这样后面你就很难修改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方面的一个问题啊，同学们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再去反复的去听一下啊，可以再去实验一遍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。好，那再接下来的话呢，就讲到我们的什么呢？讲到我们的窗口上面的话呢，还有什么文字啊、选择啊、滤镜呀、3D 啊、视图啊这些的话呢，基本上在我们的一个画画中很少会用得到，所以的话呢，就不给大家讲了啊。再的话呢，就讲我们一些窗口。窗口的话呢，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东西啊。很多同学就说，老师，我的图层我的颜色板块，这个颜色不见了，我的画笔这个标件又不见了，我的图层这个又不见了。那我们都去哪里找呢？全部去窗口找。你把窗口点开之后，你会发现里面会有画笔，你点开你的画笔就会出来。你把颜色点开，颜色在哪里？把颜色点开，我们颜色就会跳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图层点开，图层就会跳出来。所以的话呢，我叫这个窗口叫做什么？什么找不到了都去图层里面找，都去窗口里面找。什么找不到了都去窗口里面找，什么找不到了，什么不见了，就是你的面板上面什么不见了，都去我们的一个窗口去找，它都会有。包括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们的一个画笔，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。那历史记录的话呢，就会和我刚刚讲的那个一样。历史记录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这里的话呢，就是会有50步，看到没？它就是会有50步记录你每一步的一个操作，你前50步的一个操作，然后满了50步之后呢，它这边又会刷新。所以的话呢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。好，这一部分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窗口。窗口的话呢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好，再的话呢，讲到我们的一个画笔，刚刚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画笔。画笔里面的话呢，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画笔的一个导入。比如说点击我们的一个画笔，这里有一个小有一个3个排4个线杠，点击一下，这里有个导入画笔。
导入画笔之后呢，你会直接找到你的画笔所在的一个文件，点击一下，然后呢点击载入。好，然后过几秒钟，你就会发现你刚刚的笔刷就已经全部导进来了，看到没？然后很多同学就说，老师，我点不开怎么办？你要点开笔刷的话，一定要点这个小三角才点得开，你点这个文件夹这个地方是点不开的，要点小三角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啊，点小三角，我们的一个笔刷才能展开啊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，窗口。窗口这部分的话呢，也是有非常多的，也是有一些大家可以去操作的啊。但是记住重要的一点，什么不见了就去窗口找，好吧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菜单栏，给大家总结一下，我们菜单栏刚刚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啊？好，首先的话呢，给大家讲解了一下我们的一个菜单栏里面的一个编辑，里面有快捷键设置，包括我们的一个 PS 设置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编辑里面给大家讲了我们的 RGB， 还有我们的 CMYK， 以及我们的一个画布的一个修改。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给大家讲了怎么样新建图层组以及删除图层，还有我们的一个图层透明度，包括我们图层的复制和粘贴图层的从命名、图层的剪辑蒙版、合并图层，以及我们的一个图层编组，还有我们图层的一个顺序，怎么样去新建图层，什么时候该新建图层，刚刚给大家讲清楚了。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窗口的话呢，就是需要大家去试一下，所有东西都不见了，你就在窗口里面去找，包括我们的一个画笔、历史记录、颜色、图层不见了的话呢，都可以去我们这里面去找一下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窗口部分。那窗口部分，菜单栏部分给大家讲完之后呢，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标题栏。标题栏的话呢，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重中之重啊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再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标题栏。标题栏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常用的画画会常用的一个东西啊。好，首先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标记，看到没？这个呢，我们右键来看一下，它叫什么？它叫我们的移动工具，啊，记住啊，你想要动你画面所有的东西的话呢，就得用它。移动工具它的一个快捷键呢是 V， 点一下之后呢，它会出现一个这样黑色的小鼠标。如果是你想移动，比如说我想移动这张图，我就直接点中它之后，我就可以到处拖，可以移动你的一个画面的一个东西啊，移动到任何想要移动的一个位置，好吧？移动。移动画面物体，但是你在选的时候一定要点中你的这个图层上面的东西，它才可以选得中。那如果说你没有点中的话呢，它是不会起到任何的一个效果的。你只有点到这个颜色，它才能移得动啊。这是我们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矩形选区工具，我们的一个矩形选区。我们的一个矩形工具啊，矩字怎么写？矩形工具的话呢，我们的一个快捷是 M， 就是 M 之后你会发现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框框，我们来在这里示范一下。那选择了这个框框之后呢，我们摁住 Shift， 它是一个正圆正方啊，一定要记住啊，摁 Shift。摁 Shift 的是正圆、正方。我们看一下，你摁住 Shift 画，它就是正方，就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圆的话呢，你就直接要切换一下，右键切换椭圆，摁住 Shift， 它就会正圆正方。你要不按 Shift 的话呢，它就可以随便去变，就可以变成一张椭圆，这样子，看到没？所以的话，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。如果说你想正方正圆，你就摁住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去在里面去画东西啊。用我们的画笔可以直接在里面画东西。
好，画完东西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东西只会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一个圆的区域之内显示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矩形的作用啊。然后就说老师，我要怎么去掉这个蚂蚁线？去掉蚂蚁线 ，Ctrl 加 D 去掉蚂蚁线 ，Ctrl 加 D 去除蚂蚁线。啊，这个要记住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啊。好，再的话呢，去除蚂蚁线，无论是去除什么的蚂蚁线，它都是 Ctrl 加 D 啊。好，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套索工具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接下来一个叫做我们的一个套索工具啊，套索工具。套写错了，先写我们的套。套索工具的话呢，它是 L 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按下 L 之后，它会有个小鼠标，哎，它怎么样呢？它是更精准的，它其实是跟我们的一个移动工具其实差不多，可以相结合使用。比如说，我要套住这个圆，我要给它移动一下，对不对？先套，然后呢再 Ctrl 加，然后呢再点击我们的一个 V， 哎，你就可以去移动它，对吧？来给大家写上啊。第一个 L 套住套，然后呢使用 V 键，移动工具移动。啊，如果说要这边对吧 ？V， 我们先套住啊，然后 V 键，也可以移动它。移动它有蚂蚁线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说了，去除蚂蚁线就是 Ctrl 加 D， 哎，去除就 OK 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移动就是我们的一个套索工具，好吗？然后套索工具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魔棒工具啊，魔棒工具。魔棒工具的话呢，它叫做什么？和我们的一个套索是一样的，但是魔棒的话呢，它是快速精准的去选择到物体的一个外边缘啊，它们的一个功能其实都是相通的。魔棒工具是我们的 W， 它是快速精准选择。和套索工具原理相同。和套索原理相同哈，比如说我用套索选中它之后，也是可以移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呢，我如果说用 W 选中它之后，也是可以移的，就它只是会更加快一点点。它们的原理的话呢，都是相同的啊。然后一定要记住，取消蚂蚁线就是我们的 Ctrl 加 D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再接下来的话呢，是我们的一个裁剪工具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个裁剪工具。裁剪工具的话呢，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裁剪工具。裁切工具，画布的调整是 C， 画布调整，尺寸调整。那说到这里，有同学就说，哎，刚刚我们是不是在讲菜单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讲到画布的一个调整？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更加快捷，就不会很精准。就比如 C 之后，你会发现它会有这样子一个框框，画布上面就有框框，对不对？你拉住它往里，哎，拉住我们的外边缘往里，外边缘往里，然后点一下我们的回车键，我们的画布就直接裁剪了。这个裁剪的话呢，它不会这么精准，就是比较粗暴的这个裁剪啊。这个的话呢，我们也是会经常用到的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再就是我们的一个吸管工具。
吸管工具它的一个快捷键是 I， 就是 I love you 的 I， 看到没？点了 I 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滴管一样的一个东西，它可以去吸取画面上任意的一个颜色，吸取我们画布上面、画板上面的一个任意的一个颜色，看到没？你只要在你的一个作画区域，哎，它都可以去吸取我们任意的颜色，吸取画面上画板上任意颜色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吸管工具。好，再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画笔工具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是我们的一个画笔工具啊。画笔工具的话呢，我们的一个快捷键是 B， 画笔。画笔工具的话，快捷键是 B。B 的话呢，摁下之后，我们就会出现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画笔去画画了。然后呢，画笔的一个切换画笔的话呢，我们是要从窗口把画笔调出来。刚刚在菜单栏的部分给大家讲过了。然后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就是我们这个最新笔刷里面的一个扁平炭笔，对吧？我现在用的是这个。然后我如果想切换画笔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画笔点开，然后用水彩画笔，这样子可以进行一个切换，看到没？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切换你的一个画笔，想切换什么就切换什么。好，再的话就是一个画笔的一个放大。画笔放大的话呢，是我们的一个画笔放大是我们的一个右括号键啊，然后呢缩小，画笔的缩小是我们的一个左括号键啊，画笔的缩小是我们的左括号键，你可以去随意去调节你的一个画笔的一个尺寸，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键盘上字母 P 旁边啊，字母 P 旁边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放大缩小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画笔。那画笔用完了之后呢，再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橡皮擦工具。橡皮擦，橡皮擦工具的话呢，它的快捷键是 E， 你可以去擦除我们不要的部分，直接擦除，直接擦除，直接擦除。然后的话呢，和我们的一个常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画画的时候，就是在纸上画画的橡皮是一样的。好，它的一个放大也是左括号右括号键，缩小是我们的一个左括号键，放大是我们的右括号键，缩小是我们的左括号键，是一样的啊。你越大，你能擦掉的地方也就面积就越多，小一点的话你就一点点擦。那你在擦细小的地方的时候，那你就用小一点的去擦就可以了啊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放大和缩小。好，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油漆桶，我们的一个油漆桶。油漆桶工具的话呢，它的快捷键是 G， 它的是什么呢？快速填充画面颜色。填怎么写？快速填充画面颜色，比如说，我画了一个这个小圈圈，对不对？我想填个颜色，我直接选择 G 填充一下，它整个颜色就填满了。但是你会发现它这里有缝隙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需要用手动再去填一遍就好了。然后有同学就说，老师，为什么我一填充整个画面都是呢？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一下你的线条有没有闭合，就是这两个口口前端和末端我们是要进行闭合的，闭合了之后我们才能去填充，只能在这个圈内填充。如果没有闭合的话呢，它就会填充到整个界面啊。这个的话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。
好，再接下来的话呢，是我们的一个文字工具。文字工具的话呢，它的快捷键是 T， 我们可以在画面添加文字。画面添加文字，你摁下 T， 看到没？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，你就可以在这点一下，哎，我要点一个瘦瘦老师最美丽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再点击一下其他图层，哎，这个字儿就出来了，对吧？那如果我怎么样想让它变成竖版的字儿呢？看到啊，看我的鼠标啊，在我们的编辑菜单栏编辑下面有一个 T， 然后呢有一个横向的箭头，竖向的箭头。那你现在字是横向的，对不对？你再点一下它，是不是它就变成竖的了？你再点一下它，它就变成横的了。那这个样子的话呢，它就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字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字工具啊。这里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去试验一下。好，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抓手工具，手抓工具。手抓工具的话呢，快捷键是一个空格，抓住它之后呢，它可以这样子，可以上下左右去移动你的画板。你摁住空格键之后呢，它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板，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手，你就可以随意的去抓你的一个画布，到处可以移动。我经常画画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工具，是非常方便的，大家也可以去用一下。这和移动工具还不太一样啊，它就可以上下去缩你的一个画布，这样的话就会很方便。它比那个 Ctrl 减号啊 Ctrl 加号要方便的很多。比如说你手抓之后，你就可以到处去移动我们的一个画布，看到没？可以到处这样这样移动，想移哪里去移哪里去。它移的就是整张画布的，不是移的是画布里面单个的一个物体啊。眼睛有点晃晕了。好，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画布放大放小，画布放大。画布放大的话呢，我们的快捷键是 Z 啊，要记住，你摁了 Z 之后，你会发现看到没有个加号，你点击你就可以去放大你的画布，对吧？那缩小怎么办呢？你摁住 Z 加什么 Alt， 它就可以缩小。Z 加 Z 就是放大 ，Z 加 Alt 就是缩小。缩小我们的画布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，Z 放大，Alt 摁住 Alt 之后，你看它变成减号了，我们就可以缩小。还有一个方法的话呢，我基本上是直接干嘛 ？Z 之后呢，我就直接我的一个手绘笔就放在我们的一个画布上面不动，可以这样子去缩，就往外拖，来回的去拖，怎么拖呢？这是我的画板，我就把笔放在这里，笔放在这个位置，这样的来回去拖。这样的话呢，往外往内去拖，我这样子的话呢，我的画布同样是可以放大缩小的。就是我们画面放大缩小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方法啊，这是就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。你可以 Z 这样子去放大、缩小，然后摁住 Alt 缩小、放松放大。这就是我们的画布，这些的话呢是我们比较经常会去常用到的一些快捷键啊，大家可以去记一下，然后呢也可以去试验一下。好，再呢如果说各位宝子们有什么不懂，可以去问一下我们这个辅导老师。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画画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东西啊，我是把我自己所有用到的东西都跟大家讲了，因为画画的话 PS 的话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功能，但是我们画画能用到的也就这些功能，所以的话我们只要去把这些功能全部都掌握了之后，画画的话呢也是完全足够了的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课程的话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接下来的话呢我会把相关的一些素材以及我们的一个
课件全部都会发给我们的老师，各位宝子们可以去找我们的老师去领取一下，然后也希望下课之后多去练习一下我们的一个快捷键。你第一次记不住没有关系，多用几次，然后你最好是把老师的每一次操作可以记在你的小本子上面。你忘记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把你的小本子去翻开，这样的话呢也方便记忆。你基本上用上1个星期之后，你对你的快捷键就非常非常熟练啦，好吧？我们一定要多练、多记、多学，大家才能进步得快。好的，那今天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